这个就是黑山的科尔多湖。哇，你看这四面环山的。我们现在要从住的地方走到科尔托老城区，因为现在旅游旺季，科尔托老城区真的非常的拥挤，停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钱也停不了，找不到位置。虽然我们住的地方离古城有1点多公里，可是一路上都是这样的美景，走走也无妨。越靠近主城，交通就越混乱。如果是开车过来的话，建议把车停在离主城稍远一点的地方，步行到主城去，不然一直堵在路上也是挺让人头疼的。当然，非旅游旺季除外，我上次来是冬天，就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在科尔托这个港口也是可以乘坐轮船到蓝洞去的，如果自己没有船的话，可以选择。进入古城之前有一个小的菜市场，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都是当地的一些新鲜蔬果。科尔托是一座位于黑山南部的海港城市。这座古城建造于威尼斯共和国时期，从当地的建筑风格上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威尼斯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古城被一条透彻如碧玉的护城河环抱，高耸的城堡这么多年还是如此的坚固。小镇背后是险要的石山，可以想象在古时候肯定很难攻。小镇内部楼与楼之间十分近，教堂、窗檐、拱门、立柱虽然已经残旧破败，但从精致的设计和考究的工艺中，不难看出这个小镇曾经一定无比繁荣。本来原计划今天我们是要到阿尔巴尼亚去的，不过临时改变了，因为不想开车开太久，开过去要6个多小时。后来想想，算了。因为阿尔巴尼亚我们要去的那个海岛跟蓝洞也有点像，因为去过蓝洞了，所以就没那么兴奋了，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哇，我发现科尔多古城里面有好多小猫猫，真的随处可见，它们在这里生活的好像很慵懒，很舒服。现在我们要爬到古城背后的石山上，上面有一座城堡，可以从高处俯瞰一下古城的美景。爬到一半发现现在居然要买票，我以前来的时候我记得是不用买票的，8欧1张票，我们不想去看了，因为还要爬很久呢。刚才问卖票的小哥，这个卖票点是啥时候设起来的？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不用买票的，他说4、5年前设起来。我赶在免费的时候来了一次。古城里有很多很有情调的咖啡馆还有餐厅，坐下来喝了一杯以后，我们决定找个地方放无人机。晒了，现在我们2个都打上伞了。其实在欧美国家不下雨的时候打伞真的会很奇怪，时不时会引来一些异样的目光。就是我刚来欧洲那会儿打阳伞都会有一点点尴尬，但是现在已经不管了，他们爱咋咋地。
因为太阳太晒的时候打一打伞，真的会舒服很多啊！不在意他们的眼光了，现在已经。虽然说要入乡随俗，但是不必来了欧洲以后就跟随西方主流审美观了。他们喜欢小麦色是他们的事儿，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审美观，就是不喜欢晒黑。回到住的地方休息一下，这个姿势彻底印证了我以前视频说过的一句话：去哪玩都不如躺在床上玩手机舒服。又出来觅食了，刚才在房间里玩手机玩了好几个小时。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2 persons. 我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旅行到了第4或第5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倦意，觉得玩够了。虽然我还是很热爱旅行，但是旅行的心态比起年轻时真的很不一样。年轻的时候连续旅行1个月甚至2个月，仍然还是很有激情，可是现在4、5天就足够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赋予我们的负担就越来越多了。旅行只是一种短暂的放松方式，是生活的点缀。旅程结束后，还是要回到日复一日的常规。正所谓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2字啊。不过能有机会出来玩也足够幸运了，那就开开心心的好好享受吧。哇，你们看这山真的是黑山呐！黑山共和国位于巴尔干岛的西南部，真是一个超级多山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在黑山语里是 Crna Gora， 应该是这样读吧。它的意思就是黑色的山。黑山共和国东北与塞尔维亚为邻，东南与阿尔巴尼亚接壤。黑山的官方语言是黑山语，但是如果你尝试在谷歌翻译里面找黑山语，根本就没有。那是因为黑山语其实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的一种标准化形式。巴尔干地区这几个前南斯拉夫国家，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还有波斯尼亚以及黑山，所使用的语言几乎都是同一种，差异极小。现在我们来到了距离科尔托古城不远的历史古镇佩拉斯特，这是一座精致的巴洛克风格小镇，处处都风景如画。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小镇前方2座小岛，圣乔治岛以及圣母岩岛。圣乔治岛上有一座建于17世纪的小教堂和一个古老的墓地，佩拉斯特的船员大多埋葬于此，而圣母岩岛则是用沉船堆砌而成的。岛上的教堂建于1630年，圣母岩上的教堂也是一座博物馆，里面藏有大量的著名黑山画家的画作。沿途有很多这种生蚝养殖场，从海里捞上来直接吃，应该很新鲜，要去试一试。在科尔托湾沿岸有很多这样的生蚝养殖场，养殖场里的小餐厅虽然没有很优雅的环境或很高超的烹饪技巧，但是胜在够新鲜，而且很便宜。生蚝2欧元一个，海鱼一般是15到30欧元一条，青口好像是8欧还是10欧一盘，还挺划算的。很新鲜，而且它也挺大的。就是这个鱼。也是很新鲜。基本上每一个青口都是有肉的，但是大小不一。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我们觉得没必要点，因为太咸了。它好像就是直接用海水煮的，就除了咸味之外，吃不出什么别的味道了。但是生蚝还有海鱼真的非常不错。来科尔托的话，一定要来这种小渔港里尝试一次。今天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准备等会儿下海里去游泳。我们才发现科尔托湾
它不是一个湖，它其实是一个海，只是在一个湾里面。在地图上看，它的地貌非常奇特。科尔托湾风平浪静，而且水温非常适宜游泳。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在这里游泳的乐趣，但是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不知道水会不会很冷呢？游夜泳啊，不算很冷。很舒服，不冷。一点也不冷，非常舒服。哇，太舒服了！我们两个在这里游。太舒服了，连我这么怕晒的一个人，我都游得不想上来了。好便宜，1马克等于0.5欧元。